凌晨2点，城市早已沉入深眠。一盏昏黄的壁灯亮起，床边的拖鞋被轻轻踢开，老人扶着床头慢慢坐起，眼皮沉重，关节发出细微的摩擦声。走廊的光线刺眼，卫生间的水流声在空旷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。回到床上时，翻来覆去再也难以入睡。窗外的风掠过树梢，时间一点点流逝，直到晨光微露。这样的夜晚，许多长辈都经历过无数次。他们常常用一句上了年纪了，自然如此，把平凡起夜轻轻带过。仿佛身体的节律就像老化的钟表，滴答声乱了也不值得大惊小怪，家人也习惯了递上一杯温水，盖好薄被，道一声早点休息。可很少有人追问，为什么偏偏是夜晚的安宁一再被打破？为什么明明白天精神尚可，一到半夜却像被无形的绳索反复牵引？我们总以为衰老是一场缓慢的褪色，殊不知它也是一次精密系统的重新校准。身体的智慧从不喧哗，它只是用最原始的生理语言发出调整的信号。夜尿增多从来不是岁月赐予的必然，而是内在环境正在向你递交的请柬。当你愿意停下惯性的安慰，转而倾听那些细微的阻滞，你会发现每一次起夜都不是打扰，而是身体在请求一次温柔的对话。不必恐慌，但请正视，因为真正的养护始于对信号的不回避。人体的水分代谢是一部昼夜交替的交响乐，白天肾脏高效过滤血液，多余的水分随尿液排出，维持血压稳定与代谢通畅。进入夜晚，副交感神经接管主导，体内抗利尿激素悄然攀升。这道天然的闸门收紧了肾小管的重吸收，让尿液变得浓缩，容量减少。膀胱随着夜间分泌的节奏缓缓充盈，肌肉弹性从容伸展，直至清晨醒来才触发排尿反射。这是一个经过亿万年演化而来的节能模式。成年人正常状态下，白天排尿4到6次，夜间0到2次，这是内分泌、循环系统与泌尿器官协同运转的基准线。当这条曲线被频繁打破，我们就需要看清波动的源头。夜尿增多并非单一现象，它通常呈现3种可量化的边界。第一种是频率的越界，连续多日夜间起身排尿次数超过2次，这不是偶然的口渴，而是节律的位移。第二种是容量的失衡，夜间的总尿量超过白天排尿量的1/4，或者单次及累积总量突破500毫升，这大约相当于日常矿泉水瓶的单瓶容量。说明肾脏在夜间并未执行浓缩任务，而是继续大量排水。第三种是比例的倒挂，将夜间尿量毫升数除以体重千克数，若结果大于10，提示水液代谢已明显偏离常态。这3个标准满足其一，便意味着身体进入了需要关注的区间。数字本身不会制造焦虑，它们只是客观的标尺，帮助我们区分短暂的饮食波动与持续的系统失调。知道界限在哪里，才能把模糊的不安转化为清晰的观察。健康的管理从来不是盲目猜测，而是建立坐标。当你学会用平时的目光打量这些细微的变化，不夸大其词，也不轻描淡写，你就已经迈出了科学养护的第一步。夜尿增多的背后，往往是生理诱因与病理机制的交织重叠。最常见的生理性因素藏在日常的起居细节里。睡前饮水过多，汤粥牛奶畅饮无阻，水分来不及在日间代谢，只能推迟至夜间卸载。饮食偏咸，盐分摄入超标，血液渗透压升高，大脑发出补水指令，肾脏随之加大排水力度。环境转凉，秋末冬初或空调房直吹，体表血管遇冷收缩，更多血液回流至核心脏器，肾脏滤过率上升，尿量自然增加。这些属于临时调节，身体通过短期代偿即可恢复平衡。停止过量饮水，调整口味温度，几日内节律便会回归。但如果这些因素清除后，起夜依然如期而至，甚至伴随其他不适，就需要转向病理性审视。此时，简单的自我记录便能拨开迷雾。准备一本专门的排尿日记，不必追求医学级的精确，只需如实记录3日内的液体摄入量，每次排尿的大致时间，尿液颜色的深浅变化，以及是否伴随尿急、尿痛、腰腹酸胀或夜间口干。这些数据没有情绪干扰，只有事实陈述，
它们能帮助医生迅速锁定方向，避免盲目试探。记忆本身就是疗愈的开始。当你学会用平时的目光打量这些细微的变化，不夸大其词，也不轻描淡写，你就已经迈出了科学养护的第一步。健康从来不是等风停，而是学会看风向。记录不是为了制造负担，而是为了建立对话。身体需要的不是对抗，而是理解。当我们用数据代替猜测，用规律代替偶然，那些曾经让人辗转反侧的夜晚，就会逐渐褪去神秘的面纱，显露出可以被调理的真实轮廓。当我们将视线从暂时的饮食起居移向深层的隐患，会看到几条隐藏在暗处的轨道，它们不喧哗，却深刻影响着夜间的安宁。第一条轨道名为前列腺增生，这是中老年男性最为常见的泌尿系统变迁。前列腺如同守护尿道的一道环形瓣膜，随着年龄增长，腺体细胞逐渐增殖，体积缓慢扩大。早期增生主要压迫尿道内段，导致膀胱出口通道变窄。膀胱为了克服阻力，逼尿肌开始代偿性增厚，神经敏感度也随之提升，稍微有少量尿液积聚，大脑便收到满意警报。患者常感到尿频尿急，尤其夜间迷走神经兴奋，平滑肌张力变化，微小刺激即可引发强烈尿意。随着病情进展，部分尿液无法彻底排空，残余量悄然累积，膀胱的有效储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，真正能容纳的容量越来越小，于是频繁起夜成为常态。高风险人群是50岁以上男性，长期久坐、缺乏运动、饮酒习惯较重，或患有慢性盆腔充血者。自查的切入点在于排尿过程本身，留意起步是否迟缓，尿线是否变细分段，排尿末端是否有滴沥不尽之感。若伴随下腹坠胀或会阴部隐痛，提示阻塞可能已影响局部循环，应对策略重在减压与舒缓。避免憋尿习惯，养成定时排尿节奏，睡前2小时控制饮品摄入，减少咖啡、浓茶等利尿物质，注意下肢与腹部保暖，促进盆腔血流顺畅。医疗干预需循序渐进，生活方式调整，结合药物指导，必要时评估手术指针。前列腺的健康依赖于通道的畅通与肌肉的弹性，给它释放的空间，它自会恢复平稳的节律。当夜间的召唤不再密集，晨起时的轻松便会如期而至。第二条轨道指向盆底肌松弛与尿路感染。女性的泌尿生殖结构具有独特的生理特点，尿道短直，临近阴道与肛门，防御屏障相对脆弱。产后盆底支撑组织受到牵拉，绝经后雌激素水平回落，黏膜变薄，微生态平衡易受扰动。这些因素叠加，使得女性更易面临膀胱功能不稳定与细菌定植的风险。尿路感染是最直观的预警。大肠杆菌等常见菌群沿尿道逆行上行，附着于膀胱内壁，释放炎性介质，刺激神经末梢，膀胱稍一充盈便引发剧烈尿意，伴随灼热感、刺痛感，排尿后仍觉未尽。夜间迷走神经占优时，这种刺激尤为明显，导致频繁起身。另一种情况是膀胱过度活动症。盆底肌群与神经调控网络出现不同步，膀胱顺应性下降，储尿期非自主收缩频发。表现为突发的紧迫尿意，难以延迟，夜间常被麻醒或胀痛惊醒。高发人群是经历过妊娠分娩的女性、长期便秘负压增高者以及免疫力阶段性低下的人群。关键提醒在于分辨性质，单纯频率增加多为功能波动，合并疼痛发热或尿液浑浊则提示感染可能。居家可观察尿液颜色质地，留意排尿前后感受变化，治疗需标本兼顾。急性期遵医嘱足疗程抗感染，切勿症状稍缓即停药。缓解期注重盆底肌康复训练，凯格尔运动以呼吸配合收缩放松，逐步增强括约肌控制力，保持局部清洁干燥，选择透气贴身衣物，避免长时间憋尿。饮水充足，冲刷通道，但晚间适度收敛。女性的泌尿健康关乎整体舒适与尊严，当肌肉重新获得支撑，黏膜恢复润泽，夜间的宁静自会回归。不必将频繁起夜视为理所当然的衰退，它是系统在提醒你该为这片柔软的土壤添几分呵护了。
第3条轨道关乎糖代谢的隐秘防线，糖尿病的影响远超血糖仪上的数字跳动，它是全身微循环与神经网络的慢性侵蚀。当血液中葡萄糖浓度长期偏高，血浆渗透压随之上升，身体启动自我保护机制，试图通过尿液稀释排泄多余糖分，然而这一过程如同抽水机全速运转，带走大量水分与电解质。患者常感到异常口干，白天频频饮水，夜间代谢节律被打乱，抗利尿激素反应迟钝，肾脏继续产生大量稀释尿液，夜尿增多在此阶段往往是早期表现之一。更深远的影响在于神经病变。高糖环境使滋养周围神经的微血管发生玻璃样变，髓鞘修复受阻，膀胱感觉与运动传导出现错位，有时充盈不足却频频发令，有时满溢无声酿成隐性潴留。伴随症状往往隐匿而多样，视力模糊如初，血蒙上镜头，指尖偶尔发麻如电流侵略，伤口愈合速度明显放缓。高风险人群是有家族史聚集倾向，腰围超出警戒线，日常偏好精致碳水与甜腻饮品，或体检空腹血糖曾触及临界值的朋友。动态监测比单次抽血更具参考价值，餐后2小时数值更能反映真实负荷，糖化血红蛋白揭示近3月平均状态，饮食结构需做温和重构。主食粗细搭配比例逐步过渡，蔬菜提高膳食纤维密度，优质蛋白确保组织修复原料，规律作息让胰岛素分泌恢复天然节律，适度步行让骨骼肌主动摄取糖分，减轻胰腺负荷。神经修复是个慢过程，但只要阻断损伤源头，残余的传导力会慢慢回升。别怕数字，怕的是无视，把控糖当作日常功课，而不是临时任务。当脚步重新踏实，夜尿频次渐渐平缓，那是微循环在轻声致谢。血糖的平稳不是压抑食欲的修行，而是与食物重建信任的过程。当你学会让每一餐都成为滋养而非负担，身体的节律自会找到它的归宿。第4条轨道落在内分泌与体液调节的交叉地带，尿崩症并非大众熟知的常见病，却是夜间极度频尿不容忽视的器质性原因。它源于抗利尿激素分泌不足，或肾脏对该激素的反应能力下降。无论中枢指令能否下达，目标器官都无法有效回收水分，结果是一方面尿液如清水般大量涌出，另一方面机体始终处于缺水警报状态。每日总尿量可达4至10升甚至更多，排尿间隔短暂，严重者半小时乃至更短时间内再次急需如厕，伴随极度高渴，饮水量惊人，皮肤干燥，弹性减退，体重莫名下降。这与日常饮水过多的生理性多尿截然不同，后者调整习惯即可缓解，前者则是激素轴心或受体通路出现了结构性偏差。中老年群体中，脑部微小病变垂体功能减退，或肾脏长期承受高钙高尿酸代谢压力，均可能诱发此类调节失灵。自查的切入点在于尿量与口渴的极端匹配，观察是否排出大量清亮尿液，饮水是否能完全压制干渴感，夜间是否因极度渴求或频繁排泄中断睡眠。若发现饮水排尿形成恶性循环，且常规控水无效，需尽早进行净水加压素试验及相关影像学排查，干预路径重在精准补液与激素替代。严格遵循内分泌科指导，使用去氨加压素等制剂模拟生理节律，避免自行服用强效利尿剂或盲目限水以防脱水。日常需监测出入量，预防电解质紊乱，保证基础水分均衡分布，不可集中豪饮，也不可硬性克扣。内分泌的健康如同交响乐的指挥棒，一旦协调失常，各个器官便会各自为战，恢复平衡需要耐心与专业护航。当激素轴心重新找回节奏，水的去留有了明确的归处，夜间的奔波自会平息。身体的智慧从未消失，它只是在等待正确的钥匙。明确了隐患的轮廓，还需要掌握面对它的工具与路径。就医不是溃败的标志，而是主动管理的起点。出现夜尿明显频多，建议尽早到医院进行详细检查，明确病因，对症治疗。泌尿外科、内分泌科、妇科、神经内科均可作为初筛入口。医生会通过泌尿系超声评估膀胱壁厚度与残余尿量，尿流动力学检测追踪储尿排尿压力曲线，血液生化核查糖脂肾功能与电解质水平。
必要时结合激素激发试验定位调节节点，带上近期的体检报告，记录症状日记，坦诚沟通担忧与期望，切记不要自行对照网络词条贴标签，更不要盲目购买偏方草药，个体差异决定方案必须量身定做。慢性病的管理是一场马拉松，配速比冲刺重要，坚持比完美珍贵，允许自己慢慢来，允许方案有弹性。今天多做一次手腕拉伸，明天多喝一杯温牛奶，后天早起晒10分钟太阳。身体喜欢稳定的节奏，厌恶剧烈的突变，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。日常养护的根基在于生活微习惯的重塑，关正主的根基，官场饮食结构需回归本真。膳食指南推荐成人每日食盐摄入量不超6克。我国居民实际摄入普遍超标，重口味饮食拉着水分滞留肠道，加重肾脏夜间卸载负担。厨房调味善用葱姜蒜椒天然提鲜，减少隐形钠盐摄入。液体管理讲究时间哲学，白天充分补水，早晨起床一杯温水唤醒代谢，上午下午均匀分布1500至2000毫升。傍晚起逐渐收敛，睡前2小时尽量不再大量饮水，若口干难耐，可小口抿润一杯白开水或淡柠檬水，总量控制在200毫升以内。避免睡前浓茶、咖啡、酒精，它们直接刺激膀胱收缩并干扰睡眠结构。环境营造同样关键，卧室保持适宜温湿度，避免夜间翻身受凉诱发尿频。床边预留柔软地毯与柔和地灯，减少强光刺激与跌滑风险。穿着宽松睡裤，便于如厕便捷。心理调试不容忽视，不要将企业视为失败或拖累，接纳节律的自然起伏，把关注点从恐惧频率转向优化质量。睡前进行轻度拉伸或腹式呼吸，让副交感神经平稳接管。把焦虑留在门外，把平静带入枕畔。养护不是修补旧机器，而是升级新系统；不是对抗时间，而是与时间共舞。当科普的脉络渐渐收拢，情绪的重量慢慢落地，我们会回到那个最初的疑问：为什么老人夜尿越来越多？答案并不藏在遥远的病历里，它就在每天的餐桌边，在每杯水的停留里，在每次起身的停顿中。衰老不是溃败，是重组。肾脏的浓缩能力下调，膀胱的肌肉弹性改变，激素的分泌，节律平移，免疫的巡逻换岗，身体在用新的语言与你对话。夜尿不是岁月的句号，而是提醒休整的逗号。它邀请你放慢脚步，检视起居，优化饮食，舒展筋骨。它告诉你，过去的用力方式可能需要调整，未来的养护重心应当转移。别把不适当成包袱，把它当作信使；别把年龄当成借口，把它当作契机。60岁后的生活不该是被动承受衰退，而是主动构建韧性。把餐桌换成营养工坊，把客厅变成轻运动场，把卧室打造为深度休息所，把阳台开辟为阳光采集器。少一些对数字的焦虑，多一些对感受的诚实，少一些对他人的模仿，多一些对自己的倾听。当你学会在企业升起时不急于抗拒，而是问一句身体想要什么，答案往往藏在最朴素的选项里。一杯温水，一次深呼吸，一段舒缓的步行，一场不赶时间的午睡。养护不是修补旧机器，而是升级新系统；不是对抗时间，而是与时间共舞。那些曾让你犹豫的饮食，现在成了细胞重建的砖瓦；那些曾让你害怕的症状，现在成了调整节奏的指南针。代谢会一轮轮恢复顺畅，神经会一遍遍恢复敏锐，睡眠会一寸寸找回完整。这不是奇迹，是科学照进日常的必然。愿你在这段路程里，学会与变化和解，与自身握手，不惧怕渐行渐远的轻盈，只拒绝敷衍度日的粗糙，把力气花在滋养上，而不是限制上。当你终于明白，好好觉察就是最高级的养生，你就已经跨过了那道看不见的门槛。窗外的风还在吹，桌上的热茶还冒着白气。下一次夜色降临，你可能会在熟悉的时刻醒来，你会如何回应？答案不在别处，就在你放下手机的那一刻，在你挺直脊背的那一秒，在你愿意认真对待自己的那一声叹息里。所谓安康，不过是把每一个当下都过得踏实从容。夜尿的潮汐终会退去，留下的将是更清醒的海岸线与更坚韧的生命力。